我们平时在家里这消费还是挺克制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买买买，还是有部分的人是保持理性的态度去对待每一笔的花销。但是只要出门旅游，花钱就会变得很理所当然。今天买些伴手礼，明天觉得换乘地铁太麻烦，就多打了几次车，后天离开前在机场免税店多买了几件衣服，等回到家算了一下这笔账，就会发现花的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多。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想聊一聊很真实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出门旅游，花钱的地方啊就变得那么多，多到让我们毫无意识，甚至觉得旅游花钱是很开心的。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旅行方式，但是我今天着重想讲的是消费观。只要一有机会出门旅游，脑子就开始自动切换成了要不要进去逛一逛的模式。这刚到酒店，行李还没放好，也来不及喘口气，就已经在看附近有什么商场、步行街和哪些好逛的牌子。别告诉我你曾经没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平时在生活里呢，我们是先把日子安顿好了，有剩余的存款才去消费。怎么一到旅游，这顺序啊完全就反过来了，甚至你都还没开始收拾行李，就已经在网上把攻略刷好了。落地第一天去逛哪几家店，哪个区的潮牌最集中，哪家中古店啊据说很好淘物，哪条街是最好买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可你会发现那些大家经常去的热门目的地，本来就是以免税方便、价格划算、牌子够多而出名。因此在网上看到的内容10条里有8条都在讲怎么买最划算，怎么一次性让你逛到爽。就这么慢慢的，它变成了一个很好买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需要来旅游几天的国家。你想的不是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文化，更多是优先查好酒店附近有什么好逛的，有没有一些是必来了不买就后悔的东西。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旅游这件事的本身就默认可以去逛街，这也会被当成了解当地生活方式的一种，了解他们的商品价格和款式、服务态度，还有哪些是在当地才能买到的零食，这些事情啊都是在体验。一旦把逛街这件事情归类成体验的一部分，就会让花钱的门槛被压得特别低。每个人在进去之前呢，都是抱着不买，只是来看一看的心态，现实却是很多消费都是在看看的过程中发生的。比如你看到一套图案很精致的茶具，心里第一反应是纠结要不要买。如果现在不买，就怕之后再也遇不到这种图案。去别的地方吧，也许可能会有，但都是很普通的款式。可要是买了吧，又觉得自己有点冲动，毕竟啊，这不在你原计划里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买呢，还是不买？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讨论一下。买东西这件事呢，就被包装成了不是你要花钱，而是刚好看到，刚好合适，刚好又带了回去，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在这儿买点东西啊，反而会有点对不起自己专门过来玩的这一趟。最后还有一种特别真实的情况，就是刚到一个新地方的那几天，人本身就是处在一种很兴奋的状态里，看什么都感到好奇和新鲜。走在街上，眼睛根本停不下来，左瞄瞄右瞄瞄，哪怕卖的东西你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但在这里看到的就感觉很不一样。我自己以前旅游的时候也是这样，刚落地的前几天都会在不同的店里闲逛，今天看一下这个，明天看一下那个，它可以当做饭后消食的活动，也可以当做今天没有特别行程的安排。这大脑如此兴奋的状态下，花钱真的很容易呀。买的时候你想的都是它的优点，至于最后行李箱装不装得下，会不会太重太挤，拿回去后会不会被闲置，这些点都不会在你要购买时会考虑的事情。现在给你5秒钟想一下，哪句话在我们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最多次？它就是反正比平时买的还要便宜。人啊，一旦开始对比价格后，就会在意怎么买才算是占到便宜。你在店里看到标价，脑子立刻开始换算汇率和免税，对比在国内大概卖多少钱，这里又能便宜多少。这么算下来后，你对价格的心理底线已经在往下
炸掉。对于它贵不贵的这件事啊，就变得没那么敏感。既然价格都那么合理了，接下来你就要为这次购买找一个特别的理由，比如说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的款式，难得来一次买些东西纪念一下，行李箱还有空间放，反正买回去以后也能用得上。这些所有的理由就这么让你不小心超过了原本心里计划的购买预算。在旅游购物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把这些钱加在一起算，每一次购买都像是单独发生的事情，单看每一笔消费都还好，但一算起来就会被自己数额吓一跳。更何况逛完一家店出来后，手里多了2个袋子，下一家店你会更容易走进去再次消费，因为你的心态已经从要不要花钱变成了我已经在花钱，所以多买一点也觉得无所谓，心里也会想给这个朋友买点小礼物啊，给那个亲戚带几件衣服，又在想要不要凑一下免税金额的门槛。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原本只想买1个变成多买2个，再加1个，再顺便带走1个送人，最后莫名其妙的手上多了5、6袋。讲到最后，我也很理解有很多人会觉得出来旅游开心最重要，难得来一次买点东西不需要那么克制。我自己也不是完全到了新地方什么都不买，我也会买，因为和大家一样，作为旅客也作为消费者。而且说实话，刚到一个新地方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人想去买东西，看到新东西会开心，买到喜欢的东西也会觉得这趟旅途更加值得，这些感受都非常真实。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来旅游就不能消费，或者非要搞得自己在苦行。正因为在旅游的时候买东西特别容易，特别顺手，这件事啊反而更需要留点心。因为很多人不是只买1、2件东西那么简单，而是这一路买的都很开心，等到要收拾行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崩溃呀，会发现箱子关不上，只好依依不舍地将包装好看的盒子给丢掉，最后发现还是太满了，只能临时多买一个行李箱，或者回程时再加钱买行李额。就算行李箱能勉强关上去，但也已经超重了。这时候你的心里大概是在懊悔，为什么自己控制不住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得想办法如何带回去，甚至还有可能在机场的免税店看到一双你在市区找了半天都找不到码数的鞋子，心里痒痒的想买下来，无奈没地方装了。所以你回头看啊，本来是为了开心买的东西，最后变成了额外的支出。你东西买了，钱也花了，回程还多了一堆的麻烦。这种额外的钱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你很明确这趟出国旅游是去进货购买，那么直接带空箱子过去都没问题。有些人是对自己心里没有一点数，来的时候带的衣服超级多，回程买的礼物更是翻倍。最让人伤心的是，有些你买回去送人的礼物根本没人在意，也没人在乎你是怎么将东西硬塞进行李箱里的。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刚到一个新地方，先让自己到处走，到处吃，先把当地的文化体验一下，而不是一开始就冲进商场里。就算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要立刻买，先拍照记录下来，等过几天如果还在想，或者你在别处看到更好的选择，等到那时再买也不迟。还有一个对我来说特别有用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要买什么，这样就能在收拾行李时再留出多余的空间。看到要买的东西，先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这个放在行李箱里该怎么装，会不会被压坏。只有想清楚了这些问题后才会购买。至于什么东西比较值得买，我自己的经验呢是买当地的零食、点心，还有小包装的食物，这些用完就没了。还有一些体积很轻、消耗型的东西，比如茶包、护手霜、香皂，这种留下来的香味会让你记得这趟旅行。最后还有是明确知道哪些是回去后马上就能用得上的东西，比如你本来就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那咖啡相关的消耗品买来是合理的。要是你平时都不喝茶，那么买一套茶具回去啊，大概率会被闲置。同样的道理也用在别的物品上。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心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也让更多人看到。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